在一座几百米的山巅之上，有几栋泥土房，周围竟然开垦了一大片的梯田。房屋的周围还开垦了菜地，门前还摆放了许多蜂箱。当我们到达山顶后，居然遇到了以前住在这里的村民。他们告诉我们，这里以前是个古村落，上下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。当我们准备离开这里时，另外一栋泥土房的主人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山顶，是一对六旬夫妇在这里生活。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，这里的生活异常艰苦，出行非常困难，购买生活物资需要走10多公里的山路。现在虽然这里修建了一条比较陡峭的碎石路直达山顶，但是人们还是陆陆续续地搬离了这里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领略风土人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刚刚在视频的开头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沿着一条泥巴路开车上来，道路蜿蜒盘旋，十分的颠簸。现在我又来到了湖南的一座高山之巅，这里的景色太优美了，我们停下脚步欣赏一下。大家现在看到我身后，山脚下的景色一览无余，非常的壮观。刚刚我们的无人机发现，在这座大山的山坳有几栋房屋，房屋的周围还开垦了菜地，在房屋的不远处竟然还开垦了一大片的梯田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途，看样子应该是有人居住，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徒步前往，一探究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刚刚沿着我镜头前的这条泥巴公路上来，非常的颠簸，这一次还算是比较顺利，不像上一期视频我们在另外一个古村落探访的时候，走到山坳里面去，车子抛锚了，非常的狼狈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就一脚油门冲上来了，因为这条路呢是通过导航仪都可以导得到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这条路应该是经常有车子上来，所以大胆的开上来了，还比较顺利。那么今天要探访的这个山坳里的几栋房屋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呢？好啦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前往一探究竟。我们无人机发现有梯田的位置啊，就在我镜头前面的这个山顶上。之前我们无人机看到的以为是在一个山谷里面，其实是在一座山的山顶上开垦了梯田，旁边的几栋房屋看上去是有人居住。那么我们走到了这种碎石盘山路上来，这一节路呢也是非常的陡峭，而且是这种泥巴路，所以我们只能徒步前行，我就没有开车上来，看看能否碰到当地的村民，向他们打听一下，了解这边的情况。这里一路都架设了新的电线杆。是的，这个电线杆看上去还是新架设的。看上去有3根电线，难道有一根线是网线吗？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通网。你看，像这种路啊，开车上来非常的费车，轮胎呀非常容易磨损。像它这一块啊，就是当地村民开辟出来的类似于梯田的形式。毕竟是在大山上，所以这边估计种水稻不现实，只能种一些比较抗旱的、耐旱的一些农作物。这条路宽倒是有这么宽，你像遇到下雨天，这旁边呢就容易水土流失，
比较容易垮塌，开车要非常小心。没有四驱车都不敢走这样的路了。在这个山里面或多或少还是住了一些村民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人，还继续坚守在这个山野里面。年轻人都待不住，现在独居的老人都慢慢的都不愿意生活在山里面了。你想一个人生活，没有人作伴的话，几年下来，估计语言功能都容易丧失。你像这种石头山，只适合茶籽树的生长，其他的什么果树啊，估计都很难成长。这里应该是当地村民砍树，应该会从这里上去吧？看上去是的。这里是一大片的千里光，这个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。虽然是冬季了，但是今天的天气啊，有20多度，跑山的话还是比较热的。我也已经出汗了。在山野里面啊，就是非常的天气很难预测，早晚温差很大。你像现在正值中午的时候啊，站在太阳下面是确实非常的热，但是一旦到了阴凉处啊，就非常的寒意。站在这里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房子了。哦，而且我在这里还可以听到有人说话。哇，镜头转到这个位置啊，好像看到一栋泥土房。这条路看起来是有这么宽，但是呢，走上来还是比较吃力，因为比较陡。这个位置有一条小路通到上面去，我估计以前这里是当地村民的菜地，好像是废弃了，没有人打理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往前走，房子就在不远处了。我们大概走了20分钟了。它这门前还养了蜜蜂。你好，我们来这边玩的。我看来你们这个，你这个，对，我看你这个车子是四驱车吗？是的。是吧？四驱车跑这种很陡的这种山路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都可以爬的。是的，就比较轻松一些。我的车子不是四驱车，所以，但是比较费轮胎。我们到这里来玩呐。是的，我们车子没有开上来，就开到那个水泥路面，然后徒步上来的。是的。你们以前就是住在这里的吗？对。这个是你们以前的老房子。哇，我看到这里还有人住吗？有啊。这栋房子是你们家的？对。现在他们都跟你们一起到城里去吗？我看这门前是放了好多蜂箱啊。是我们种的呀。养了蜜蜂。有的房啊。啊。啊，把这个蜜啊拿回去。这个以前这个村落里面有多少人住啊，叔叔？哦，有蛮多人哦。有蛮多人。我们一个村的，一个也有。一个村有300多个人。一个村有300多人，那住在这山顶上以前就有100多人。现在没那么多人了。哦，以前这个全部是这种泥土房。这个泥土房修建了有多久啊？有40年。
不止40年吧？我看这个房子做过修缮吗？应该不漏水吧？不漏水啊，这个房子修好了，修了，还会换。叔叔是一直住在这里面，对吧？哎，哦，房子有人住，它就不容易老化。没住人，但是人还是有，他管理还是管理，去那个留言去了。哦，那同我的，这里旁边种的蔬菜也是你种的吗？不是，别人家，别人家呀？这个我们知道留言这，这个家，那个上面有一家一户人家。哇，上面那栋房还有人住吗？有啊，哦，那我们去那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山顶上看上去这个地方好平坦哦。这里还摘了当地的一些茶籽，看到没有？满山遍野的茶籽，它结的果子就是这种打出来的油啊，非常的健康。这里面应该有山泉水啊、都是山。这里面有网络吗？网络不行，但是那个啊，一些信号还是有。其实这上面住人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，有电。在这里还是天气那个热天时候凉快。热天凉快，冬天也不冷吧？我的忙进，嗯，关起门在里面烤火就很舒服了。感觉是看起来是低，但是感觉没有那么冷。哦，这个地方不冷。它这个房子的朝向也挺好的嘞，后面是背靠大山，前面的视线也非常的开阔。现在留在山里面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了。啊，对。他还比较勤快了，门前开垦了这么多菜地，种了一些蔬菜呀、养了蜜蜂，养了山羊吗？哦，上面那户人家养了山羊，他就看上去应该基本上就是蜂蜜了。他这个蜂蜜卖多少钱一斤呢？蜂蜜啊，嗯，这个40块钱买。至少40吧。我们在山里面经常走的话，我也买了一些蜂蜜。看那个梨的质量，这些的糖，这个蜜糖呢，这是最好的糖。他这个房子有这么大耶？难道以前住的话，一家应该有6、7口啊？至少有6、7口人吧？有6、7口人，是的，以前至少应该有了。你像这边，哦，2个儿子1个女儿，那真的是人丁兴旺啊！唉，不过你说一个老人家住在这里面，没有人说话的话，确实也很孤单呢。是的啦，就是没人说话。然后这里面我看门前好像有的人在家里还安装了那个卫星天线，还能看看电视。电视也可以，都有。他安装了吗？这里有网线的，这里有网线。哦，这个网线拉进来了，因为我刚刚一路走过来，看到那个电线杆上有3根线，我在想，难道一根是网线吗？现在政府这一块呢也规划得很好了。这个就是网线，在这里。是吧？我应该猜也猜到了，应该有网线，通常只有2根线嘛，电线。哇，以前热闹的古村落，现在零零散散的就1、2户人家。以前这个地方能种水稻吗？能种水稻。哇，这个山谷里面啊，种水稻一般要阳光比较充足，水源也要比较充足，只能种1季稻。哇，那我想，那以前住在这里面的人只能种1季稻，还要养6、7口人。1家1户还得养6、7口人，那真的比较艰难呢，而且上下山也不方便。这个地方还可以。原来啊，是木材吃钱的时候，现在不行了。哦，靠山吃山了。吃山就是木材给钱的时候，这个里面。我看到山上最多的就是茶籽树，然后就是沙树，然后就是竹子。对。它就是茶籽啊、竹子啊、花树啊。嗯。吃钱那还是可以。哦。
哎，你用这个来的不急，那个叫挖到那地方一种在不对。你们下午上来的？啊，对，我们吃完午饭上来的。这6人吃中午饭。我们自己带了些吃的。啊，这山上就是冷一下热一下，刚刚走上来了好热，然后稍微把衣服晾一下来又好冷的感觉。山里面就适合养蜜蜂、养蜜蜂、养羊、养牛，都可以。对。这里面空气也好，它不像其实城里面，对，适合养老。有条件的人在山里面养小孩。是的，然后吃山里面的一些山货呀，对了，是的。以前你们也是住这一块？我就住在那个山下的。就住那边山下呀？哦，现在也不住这里了。是的，都出去了。哪一个有啊？最高山那个山下面，我们住在原来。最高山的那边山下。那里没有路。已经没路了。现在那里有人在家是吧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。这位阿姨是在这里捡啊，也是下面来上面捡这个茶籽的。现在还有茶籽捡吗？现在还有哦。我们遇到最多人就是在前面1、2个月，经常看到别人骑摩托车到这个山上来啊，捡这种茶籽，捡的蛮多的。这个茶籽打成油啊，确实很好的。知道这个油知道好嘞。这个油野生的吧？野生。哎呦，走到这里来就能听到一阵狗吠的声音呐，听到陌生人的脚步上来了。看来这户人家是养的狗啊，这条狗看上去、听上去是有蛮大的一只狗啊。我面前这栋泥土房应该是有人住，门前还晾晒了衣服。这里有一只小狗啊，朝我们摇尾巴。这条狗呢，还是很温顺哦。很友好哦，哎呦，它是锁起来的，难怪的。Hello， 啊，这户人家，哎呀，哦，它在上面没下来，这里的水源比较充足，这个山泉水呀，你看住在山里面的人，他们其实还挺方便的。你看这个山泉水呀，哎，好冰凉哦，洗一下手，冰凉刺骨的。在这山里面有网络、有电、有水，那么基本的生活条件是不缺的。这里还放了一部洗衣机，门口收拾的还算是比较干净。看上去应该是一家人住在这里，至少有2口子哦。他这个房子啊，至少都有40、50年了，就是这种泥土房，主人不在家，门上一把锁锁住了。啊，它这个门口放了一部这种老式的打米机。我估计以前这个山上的人呐，他们下山去不方便，那么打米呢就纯粹是在家里面解决，就不用拖来拖去。它这个房子是典型的乡中民居特色。泥土房的上面还设置了这种吊脚楼的形式，可以通到2楼去。现在上面还安装了这种小型的卫星天线，可以接收电视信号。那么住在山里面啊，他们为了打发时间，可以增加一些娱乐活动，可以看看电视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看到墙上还安装了中国电信的一个
盒子，那么说明他们家安装了网络，还安装了监控。基本的设施啊，非常的齐全。在上面还晒了一些萝卜干。像这家房屋的主人还配备了一辆摩托3轮车，我估计是运一些山里面的一些农作物啊，或者是其他的。我们上来的这条路通这种3轮摩托车还是没有问题。整个屋前呢还算是比较空旷，主人呢把这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门前呢堆放了一些柴火，在这边冬天呢可能就要烧火来取暖了，夏天呢在这山里面呢应该也是比较凉快。它前面是一个小峡谷，全部是茂密的竹子。这里还有一条小羊肠小道，可以通到那边去。上面刚刚有一条狗，很凶，不知道会不会咬人哦。现在在这个位置又没看到主人。它这个房子啊，就是沿着山体修建的一栋房屋。听刚刚那家人说，他们以前也是住在这一块。以前这个村落呀是非常的热闹，住了100多号人。那么如今只剩下1、2户人家住在这里，非常的冷清。它门口的这一棵是罗汉松吗？是的，我们在湖南的山里面看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罗汉松啊，还有一些沙树啊、茶子树啊、竹子啊。以前住在这山里面的人呐，他们种植水稻只能种植1季，那么为了养活6、7口人，那么就要利用山上的一些资源呐，来增长家庭收入。我好像听到了猫叫声呢。哦，有只猫这里。养了猫吗？对啊，这有一只小猫咪。看一下。哦，你的听力还不错哟。是的，这里有一只黄色的小猫咪。不要靠太近，它会吓跑的。哎呦，它有点害羞哦。你看呢，这只黄色的小猫咪，估计它从来没见过生人，所以有点害羞。喵！它这个泥土的墙壁啊，里面通常都是会混合一些石头，然后是木条。这样的话，整个泥土墙就会显得特别的牢固、坚硬。哪怕是几十年的风吹雨打、日晒，都不容易坍塌。尤其是有人居住的房子啊，那就更是充满了生机。像这种房屋一直有人住的话，住个100多年甚至200年都不会有问题，只要保证它这个瓦不会漏水。你好，请问这是你们的房子吗？哎呦，我们刚刚从下面一直走上来，然后到这山里面来玩了。我们无人机在这里飞了一下，发现这山上有几栋这种泥土房啊，就很好奇，就上来玩一下了。然后看到主人不在家，我们还准备走嘞。现在就你们2口子住在这里面。哦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住的挺好的呀。叔叔，您贵姓啊？我姓肖啊。姓肖啊？你年纪有多大哟？你叫肖叔叔。60多了。60多了，肖叔叔，哎，阿姨。啊，哎，现在就是你们2夫妻住在这里。这个房子有2个人住在这里，还是很好嘞。有2个人，有作伴的，还是可以。你现在养的一辆这样的车，可能就是用于运送这山里面的一些树啊、树木啊。
搞柴火。我看你们家堆了好多这些柴火哟，烧不完的柴火。你像你们这栋房子是什么时候修建的？也是99年吧。99年了，那也有20多年了。也才20多年呐。你们以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吗？啊，生活在这里。哦，你这个房子估计是99年在以前的老房子的基础上拆掉了，再重新修的。新建的，我老房子上面还在。哦，老房子还在这上面啊？那上面还有房子吗？现在？现在有一栋。估计是废弃了，没人住了，完全没人住了。喝杯水吧。哎呀，好，好，谢谢阿姨。没事。这条公路没通的时候，那你以前这个上下山的山路有这么宽吗？那肯定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那这条是你们自己用锄头挖开的吗？以前是那个小路，就是走的挖的，这个路就不可能了，就是挖机修的。这条路是挖机挖开的。以前上下山不方便，那么你们就是自己买个打米机。这边种水稻呢？种水稻没有田，已经没有田了，现在是荒废了。现在荒废了。以前有的时候一年能种几稻哦？那只能种一次。只能种一次。那以前家里有几口人呐？那能供一家人的生计吗？那还少了一点。还少一点。多了都。家里除了种植水稻，然后种植一些红薯。是的，我们了解到住在山里面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，然后养一些蜜蜂。你们都没养蜜蜂吗？没养。山羊呢？山羊有啊。山羊养啊。养山羊很好啊，我觉得这个地方。现在山羊放出去了。放出去。养了多少头哦？20多头。养了20多头啊，那可以啊。你有几个孩子哦？2个。1儿1女。那很不错，刚好凑成一个好字。年轻人就在这山里面待不住了，只有中老年人在这个山里面。其实我觉得这山里面的空气还是非常好。你看风好大哟。是的，这个山里面估计早晚温差很大，早上晚上冷，像这个中午出太阳。前天下雨了吗？前几天下雨了吗？啊？只下了一点点雨啊？那这山上还不怎么下雨吗？今年是没有怎么下雨哦。但是我看你们山泉水一直都有啊。有啊。一年四季都有这么充足的山泉水哦。有啊。那真的是住起来很方便哎。是的啦，所以我很羡慕啊，山里面的生活，自己种点健康无污染的蔬菜。然后水呢，怎么用都用不完，然后柴火也烧不完，无非要损耗的就是一些电，对吧？无非就是一些电。你现在电也其实很多采用这种节能灯啊，也很省电的。他们说以前这里住了100多人呐，这个村呢啊。是啊。哦哟，是大概什么时候都搬离出去了呢？10多年前。10多年前啊，整体的大面积的移民出去了。都不愿意，都是自己在外面买房子。哦。为了小孩读书。为了小孩读书，都买房子出去了，然后慢慢的这里的田地呢都荒废了。年轻人就觉得好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就不太好了，不习惯。就在城市里面。菜每天都是买的，不是鲜菜是吧？是的，反正在城市里面什么都要花钱，燃气。水费、电费，然后网络费，什么都要钱。过年过节，孩子们就回来团聚一下。你的孙子和外孙他们喜欢来这里玩吗？喜欢来啊。喜欢来啊。我外孙他每个礼拜都想回来。哎呦，那说明你这个外公外婆肯定很好啊，在这里有吃的、有喝的、有玩的。每次都每个礼拜都想回来，但是我女儿没有时间带她回来过。是吗？小孩子其实也喜欢无忧无虑啊，到处玩呐，在这山里面。像你这个房子，我估计当时修建的时候，也就是就地取材，
利用山里面的一些泥土啊。是啊，我们那时候又没有那个这个路又没有这么宽，有这么宽的话是以前是小路，全部都是这个盘子都是被那个茎干担出来的。哇，都是要靠人力人力肩挑手提的。像这些瓦呢，瓦总要从外面运上来的吧？以前的瓦是我们自己烧的。哦，在附近的一些山里面自己烧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无人机发现了这几栋房屋，如今仍然还有人居住，而且呢都是泥土房。这里有电、有网、有水。这里也曾经是热闹非凡的古村落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都陆续搬离了这里。如今只剩下几户人家仍然愿意坚守在这个大山里面继续生活。如果是换作屏幕前的你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古村落探访之旅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